斗罗大陆5重生唐三，作者唐家三少。第9章瓶颈。唐三最近的心情不太好，原因很简单，2年了，他的玄天功还没有突破到第4重。原本他认为最多7岁，自己应该就能突破到第4重了。可是，当第3重修炼到顶端的时候，他却发现自己进入了瓶颈。这种瓶颈似乎并不是因为他自身的原因，而是在这个法兰世界里冥冥之中的一种压迫力。从3阶到4阶，似乎就是要艰难的。唐三一直在努力的修炼、积累，但却始终都没能突破这一层的压制。2年过去，他8岁了，还是第3重巅峰，而且似乎积累的力量并不能帮他完成突破。爆闪和锋刃他现在已经用得很熟练了，但威力却没有因为玄天功修为的增加而增强，就像是2个固化的技能，这也让他所有的能力都进入了瓶颈。这样的状况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失去了上升的通道，而没有上升的通道就意味着他只能这样继续长大。3阶巅峰的实力能做什么？在这个世界中依旧是弱小的存在。唐三知道自己必须要进行一些冒险尝试了。今天他的工作是运送树木。村子里成年男性砍伐下来的树木，他帮着大人们一起搬运，利用板车运送到镇子里去。他们一共7个孩子，帮着4个大人一起运送这一车的木头。大人们在前面用绳索拉拽着车辆，他们则是在后面推着车。碎石子的道路还算平坦，板车并不算快，前面的大人都已经尽了力，有节奏的一步步向前。风狼镇，唐三已经来过几次了。这座镇子上生活的都是狼妖之中的风狼族，风狼领主就住在镇子中心一座最大的房子里。风狼镇生活着超过1000名风狼族，周围还有7个人类奴隶村庄作为他们的奴隶，为他们工作，养活着他们。风狼是吃肉的，不定期的，人类奴隶也会成为他们的食物。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牲畜作为食物。相对来说，风狼还是妖怪族之中对吃人兴趣没那么大的种族，所以这里的人类被吃的可能性就小一些。并不是风狼有多慈悲，而是因为他们认为人类干活儿对他们来说更有价值。唐三一边推着车，一边观察着镇上的情况。他其实在想，自己之所以无法突破瓶颈的出现，很大可能是因为自己所修炼的玄天功与这个世界的规则应该是有冲突的，所以才会被压制。以他现在的能力，当然没可能冲破这个世界的规则束缚。这种规则一般都是位面之主无形之中所带来的。身为曾经的一代神王，对这方面他认知得非常清楚。在这里已经生活了8年了，虽然从未走出过风狼镇，但有一点他是可以肯定的，这个世界的天地灵气极为浓郁，这就意味着整个位面的强大。如此强大的位面，其真正巅峰的存在也必定实力极强，肯定会是在他原本世界中的神级以上。因此，这个位面的位面之主，也就是星球本身，也必定会非常强大。通过之前和朱家欣的交流，以及对狼妖体内风系血脉能量的吸收，他隐约感觉到，玄天功似乎对这个世界的能力是有吞噬之能的。或许，自己之所以被规则压制，也正因如此。想要突破，单纯凭借玄天功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了，必须要另辟蹊径才行。从他神王层面的思考来看，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让这个世界的位面之主认可自己，规则认可自己。
位面之主很多时候只是无形的存在，所有对于位面的规则制定都是为了守护自身，避免被打破平衡。因此，唐三想要继续突破，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强在这个世界上的力量，尽可能隐藏自己的玄天功，让规则对他的感应和压制减弱。这样的话，寻找机会突然突破，自然就可以继续修炼了。他在观察风狼阵，就是想要冒险尝试一下。现在对他来说，增强在这个位面能力最佳办法，就是去增强自己已经拥有的风狼族能力，或者是那个爆闪的能力。爆闪肯定是无迹可寻，但风狼阵上最多的就是风狼族。他的计划是寻找合适的风狼族下手，3阶左右的风狼进行尝试。不用去杀戮，打晕对方，然后看看能不能用玄天功去抽取对方的血脉之力，增强自己已经具备的锋刃能力。如果可以的话，就要再观察被自己抽取了风狼血脉之力的风狼是否还能恢复自己的血脉之力。如果能恢复的话，那对他的演示就很好了。锋刃持续提升，自己体内的风狼血脉就会变得浓郁，借助风狼血脉去突破玄天功的瓶颈。这是唐三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制定的计划。他现在有爆闪、锋刃的能力，再加上第3重巅峰的玄天功，偷袭一头风狼还是很有把握的。正走着，木车突然停顿了一下，以至于后面的孩子们都下意识的身体一顿，一名身材最瘦小的孩子甚至因为反震力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唐三迅速控制住自己的力量，没有用力去推，也做出和其他孩子同样的反应。前面的成年男人停下了脚步，似乎是在朝着一个方向去看。唐三从侧面能够看到，他们的目光之中似乎是带着羡慕的。要知道，这些被从小驯养的人类奴隶，平时都是非常麻木的，话都很少说。出现这种不同情绪的时候还是非常少的。唐三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去，只见不远处有几个人正在张贴告示。没错，贴告示的是人类。只不过，和他们这些奴隶相比，这几个人身上的衣服至少是干净整齐的。唐三双眼微眯，紫极魔瞳运转，让自己能够看得清晰。只见那告示上写的是，将于3天后进行血脉筛选，各村庄奴隶凡是有风狼血脉的奴隶可以前来测试，测试成功后，允许进入风狼镇生活，进行附庸培养。混血筛选。唐三瞬间就明白了，他平时也会因为劳作而来到风狼镇，但这样的告示却还是第一次见到。毫无疑问，那几个贴告示的人类也都是风狼族的附庸，也就是拥有一定风狼血脉，能够比普通奴隶层次高上不少的。至少，他们不再是奴隶。看到这里，他不禁心中为动。如果是这样的话，自己的计划似乎可以改变一下。一直做奴隶虽然是很好的掩护，但也有问题存在，那就是对于这个世界的接触实在是太少了。没有足够的接触，他根本就不可能去感受到更多的东西，也无法接触到这个世界上真正的资源所在。风狼镇筛选血脉，这无疑是个机会。而对于人类来说，如果奴隶们还有一丁点的自尊心，都应该明白，这是一个极大的侮辱。什么样的人类才有可能拥有风狼血脉？那无疑是混血。混血意味着什么？那必然是那些风狼族的狼妖和人类发生关系诞生的后代。人类在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作为妖怪族伴侣的资格，那就意味着只能是发泄兽欲的对象。